就前几天，某平台做了一期热门车型的自驾评比，涵盖了小米、小鹏、问界、蔚来、特斯拉、比亚迪、阿维塔等等20多个品牌36款车型。应该说整个测试结果出来之后，引发的争议是非常大的。一方面呢，这与过去媒体宣发自驾无敌的观众印象，应该说这次所取得成绩不是那么尽如人意特别是在夜间施工与卡车场景中，大部分的车辆未能安全刹停，甚至一些车型出现了自驾与 AB 互相打架的情况。另一方面呢，其中特斯拉 Model 3、Model X 虽然也未取得最佳成绩，却成为了这次测试中表现相对较好的车型。视频一经发出在网络上的确是炸了锅部分车企的粉丝群体群情激愤认为测试不科学、不严谨、不公正，测试环境没有体现足够的专业性。有些车企也回应了，表示不予置评，似乎透露了一些不服气的态度。老观众都知道，我也是某车企 SUV 的第一批车主，包括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某种品牌，不止一次评论过其商业化过于严重的情况。但是这次我并没有那么情绪化，也不妨碍不认同某些品牌的一些公关策略和行为所以今天的视频比较特殊，现在是早上6点多钟，我刚刚睡醒主要是想和大家聊聊天，谈谈我看完这次近3个小时的自驾评测之后一些纯个人的看法和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的第一点感受我们要明确一点，为什么央视要联合懂车帝做这次非官方的民间测试呢？从这次自驾的测试整个过程看准备了大概2到3个月的时间，针对如此多的车型，从有央视站台到职能部门的协助封闭道路，很明显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这和过去某平台的一些东测一样，是一次简单的纯粹的平台的商业行为，更不是懂车帝临时拍脑袋决定的。相反呢，很明显这么强大的背书，其相关的信息传导是非常有连续性的。可以看到，从今年3月份安徽3名应届大学生的自驾事故引起了滔天的舆论，从官方媒体到网友们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无限惋惜，到今年6月份太平洋货轮起火，涉及了800辆新能源汽车的出海，再到今年最近成都川峡立交的追尾的起火事故，电车屡屡冲进绿化带等等，包括工信部出台的新规禁止车企使用自动驾驶等误导性的词汇，包括电动车用车动力电池安全要求的快速发布等等如果大家细心观察，这些信号是连续的，是一以贯之的，层层递进的，并非空穴来风。那么不管是懂车帝还是官方，有没有预料到这次评测结果会造成如此大的舆论的反响和影响呢？我觉得是有的，但是为什么还是要这么做呢？还是要发布这个视频呢？很明显，我们站在职能部门的视角比起不同车企公关粉丝之间的扯皮与舆情他们更关心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整个评测视频从头到尾没有排名，只有一个主旨，还是在强调大家不要过度的相信自驾，大家不要过度的迷信自驾。现阶段呢，自驾并不能做到完全的安全，并且督促所有车企要矫正过度营销自驾能力的一个陷阱，警示消费者避免因为误导性的营销话术而放松警惕。车企应该把研发投入到算法的持续优化和安全底线上面来，而非把精力放在公关、放在营销、放在搞品牌对立上面。说实话，但凡有点政治敏感度一些车企的公关的一些硬刚行为明显是没有太过脑子然后引出我的第二点感受为什么安全如此的重要呢？毫无疑问，以我们中国大陆目前制造业的水平、制造的水平，我们本就应该用远超欧美甚至更严苛的法规和自驾产品要求我们自己在汽车行业，它不同于半导体行业，不同于智能手机，不同于电脑 PC 等其他消费类产品，行车安全本就是整个汽车行业最为核心的竞争力和底线，因为它涉及到每个人的生命，涉及到千万万个家庭，涉及到车厂永远无法回避的道德责任。
既然在过去几年，国家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投入了这么大的精力，投入了这么巨量的一个支持，肯定不只是想打破过去在燃油车体系实现销量上的一个弯道超车这么简单，不只是希望各大车企在国内互相内斗逞强斗狠，互相内卷这么简单，而是在打上 Made in China 的那一刻，在出海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欧美企业的算法更先进，而且要具备全球真正领先的安全标准。这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的，不只是停留在车厂营销话术上的，而是真正落实到产品上的，要在最严苛的最苛刻的环境下，真正的实现整个真实道路上的测试下的挑战和一个验证。我看到这次测试中，有些车型在事故即将发生的时候居然退出了自驾，试图把责任推给驾驶员，在最危险的时候去接管。这一刻我是非常失望的。在现行法律下，这等于是把责任推给消费者呀，这不是纵容车企更加肆意妄为不思进取吗？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啊。是的，既然我们在电车领域已经弯道超车了，那就真正去成为全球制造业皇冠上的那颗珍珠吧，用最严苛的标准去制定去定义未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标准，全球电动车行业的安全标准，成为一流的企业，放眼全球与出海。这是靠话术、靠营销、靠饭圈文化是做不到的。然后第三点，我看到网上一些评论认为这次自驾测试是捧特斯拉踩国产，把这次测试的结果简单理解为是品牌对品牌，是国产品牌对海外品牌的标签化对立。我个人觉得呢，有这种想法，如果你是一名品牌的饭圈粉丝呢，我个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站在行业角度，如果你是一名科技从业者，还这么想，这个格局就有点太狭隘了。实际上呢，特斯拉真的是海外品牌吗？特斯拉自从上海工厂开工以来，国产化率已经超过 95% 了。从动力电池、车身结构、底盘悬架，几乎所有的核心部件100%已经在中国生产了，甚至反向出口全球。不可否认，它虽然是鲶鱼，但是也与中国制造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在过去几年，特斯拉也在推动着中国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升级中，在共同成长，做出了一些贡献。其实在过去我也做过一期视频，详细科普过什么是端到端。端到端它不是一个营销概念，我们无需回避在自家算法上，由于特斯拉在2013年就开始研发 Autopilot， 得益于数据积累和工程经验上的先发优势我们与特斯拉的 FSD 的全链路端到端数据驱动型模型是有差距的，而且差距不小。目前我们大多数的车企目前呢仍然是以感知端到端加控制端规则模型的混合架构为主，这是事实。是的，端到端它不一定是真理，也不一定是唯一的路线，只是说端到端是目前整个行业目前公认比较可行的路线。真正在行业内的人都知道谁哪些领域比较强，谁哪些领域是需要追赶的。这次测试呢，很多消费者放在消费者眼里更多是排名。其实呢，特斯拉也有很多问题它也并不是完美的。是的，学习和追赶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虚心，需要包容，需要更多的声音。这几年我们国内的车企在端到端技术和高阶自驾普及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抛开数据和算力的瓶颈，未来我们还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的空间。然后第四点感受，我们应该去指责懂车帝吗？试问懂车帝的测试科学吗？绝对公正吗？我看未必。有很多网友指出懂车帝的屁股是歪的，也有网友认为测试并没有控制所谓的变量等等。但是呢，我仔细看了整个测试过程，这次测试整体来说其实是反映了一些车企在自驾上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的。懂车帝的整个测试过程可能不那么专业，但是也没有体不到故意弄虚作假那么夸张。反而我觉得这种公开的道路测试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后要多测常测
可惜的是，不知道这次迎来如此大的舆情之后，包括车企的公关的反击之后啊，还有没有勇气继续做这种真实道路的测试啊？我希望是有的，针对如此多车型的，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尽量真实的道路下的一个自驾安全性测试，我个人觉得是比较难得的。总的来说呢，这种同类型的测试啊，对于我们消费者是相对有利的。我们作为消费者，天天听车企在发布会上吹牛皮，真的不厌倦吗？我们才是真正的消费者呀，我们才是上帝啊！其实不应该有所谓的太多的同情品牌的思维枷锁啊，保障消费者的驾驶安全本来就是车厂与品牌的责任呀。与其我们的各大车厂每年花上大几百亿的一个公关营销费用，投在所谓的充值媒体上面，投在一些没有水平的车评人身上，我觉得这些钱浪费的真是非常可惜啊！与其花这么多钱用在公关搞品牌内卷上面，其实更应该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真正用在提升安全性上，提升算法软件能力上面呢。甚至你觉得测试不公平，可以优化测试环境嘛？投钱投资源，全程直播，全程做第三方公证，用你认为最公正最专业最科学的方法做真实的道路测试嘛？全程直播，全程做大量的真实的测试给消费者看，这才是对消费者对我们驾驶者真正有意义的真正负责任的行为。最后啊，第5点感受，我很喜欢看足球，同时啊也是球迷。我们踢足球的球友啊都知道，一些成功的俱乐部，一些长期保持巅峰的巨星呢，他们经常会提到一点，就是要保持强者心态，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定的心态。那么什么是强者的心态呢？真正的强者会在乎一次评测测试的结果吗？一次民间测试的结果吗？会恼羞成怒吗？ C 罗说过，他从来不惧怕压力，他享受这种压力。梅西说过，即便他不拿世界杯，也不影响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伟大。在汽车出海压力巨大的当下，如果汽车行业完全是重营销轻质量，重粉丝经济轻安全把控，重口头销售抗拒真实测试，这是相当危险的，只会更加加剧整个行业的继续的疯狂内卷了。真正的强者靠的是自律，靠的是勤奋，靠的是自我精进，是不惧怕挑战，不惧怕测试，是用技术敬畏取代营销的声量，用最严苛的安全体系去做全球最安全的新能源标准的，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心态呀！要把这次自驾的评测当作一次契机，而不是一次公关危机啊！用一流的产品去反馈我们这么真心热爱你们的消费者吧。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大家对前沿科技和技术话题感兴趣，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大家的点赞和支持是我持续更新最大的动力。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